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横店群演诚意靠奔功夫登顶古装剧。2020年的琉璃云歌会，诚意火了，不是因为剧有多火，而是因为他社恐到极致的表现。当时他跟女主袁冰妍全程零互动，活像俩陌生人被硬凑到一块儿。一时间，网友们炸开了锅，骂声比横店的文字还多，都觉得他摆架子耍大牌。可谁知道，这社恐的背后，其实藏着一个笨小孩10年磨一剑的故事。话说2011年，横店影视城，冬天的风嗖嗖的，跟刀子似的。一个裹着军大衣的年轻人缩在角落里啃冷包子，场务扯着嗓子一喊：“太监组，赶紧的！”他赶紧把最后一口包子塞嘴里，颠儿颠儿的跑去当背景板。没错，这小子就是程毅。那会儿他还叫傅诗琪，在《美人天下》里演个连脸都看不清的龙套。谁能想到9年后，他会凭借琉璃爆火，成为大家伙追捧的古装男神。更戏剧性的是，让他差点凉凉的云歌会，竟然成了他事业的转折点。那会儿的横店群演，就跟菜市场的大白菜似的，明码标价，普通群演1天40，能说台词的前景演员1天80。程毅拿着最低的工资，心里却憋着一股劲儿。别人偷懒聊天，他盯着主演们的一举一动，琢磨他们的演技；别人休息玩手机，他对着宫墙练表情，跟个神经病似的。后来程毅回忆说，有一次拍大臣上朝的戏，导演突然说第3排戴官帽的抬头太快了，我才意识到原来群演也得会演戏啊。他这股认真劲儿，在当时的群演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，但也正是这份执着，让他得到了《王的女人》里一个有3句台词的小宦官角色。2016年《青云志》里的林惊羽，让观众记住了这个剑眉星目的帅小伙。可大家伙不知道的是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他准备了3个笔记本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人物分析和表演心得。道具组的工作人员都说，程毅每天都提前2个小时到现场，拿着跟真剑一样重的木剑练习，虎口都磨出茧子了，也不喊停。这份对表演的敬畏，在拍摄《怒海潜沙》时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虽然他精心准备的30场打戏最后都被剪掉了，但武术指导在微博上放出了一段花絮视频，让大家伙见识到了他的真功夫。视频里，程毅连续做了7个后空翻，落地的时候，威亚衣突然掉了，他愣是凭借强大的腰腹力量稳稳地站住了。这段视频在 B 站火得一塌糊涂，播放量超过200万，成了粉丝心中的封神名场面。时间回到2020年的琉璃云歌会，程毅刻意跟女主保持距离，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。有人说他忘恩负义，有人说他过河拆桥，各种难听的话都往他身上招呼。但48小时后，风向变了。有工作人员放出了后台视频，视频里程毅反复确认站位，就怕挡住女主的镜头。他所谓的冷脸，其实是急性胃炎犯了，硬撑着上台完成活动。这下网友们都傻眼了，原来是误会一场。这场风波意外地帮程毅筛选出了一批铁杆粉丝。数据显示，云歌会之后，程毅微博的活粉转化率不降反升，超话签到人数更是暴涨了178%。不少剧粉在脱粉小作文里感慨，突然发现这个不懂得迎合、不会营业的傻小子，跟10年前在横店啃冷包子的那个年轻人一模一样。从默默无闻的群演到万众瞩目的古装顶流，程毅用10年的时间证明了笨功夫的力量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他的坚持和纯粹显得格外珍贵。他就像一个老派的工匠，
一针一线地雕琢着自己的作品，用时间和汗水换来了今天的成就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道酬勤吧。